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发展。我们可以上大学了！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人正义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议。乡镇企业给中国农民打开了致富大门，但也给环境保护带来了严重问题。40%的乡镇企业成为污染源。杜绝假货，加以培植。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这么精神，走。我还是不去了。我不单单是因为刘启明的问题，我从小就这样，我不习惯和领导走得太近。小慧，我知道你心高气傲，不肯趋炎附势，但这也不算是巴结领导吧？刘总工人家对你那么推心置腹，把自己的工作笔记都给你看，还耐心地给你解答每一次你提出的问题。这一次又力排众议，让你做青年代表，你连上门感谢一下都不肯吗？这也太不通人情世故了。我说了，我会去感谢刘总工的，但不是今天。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还是介意我跟刘启明？要说不是，那是假话。但我今天不去，并不是因为这个。那到底因为什么？我不想让人家看成我是那种走捷径、急功近利的人。宋运慧，我就这么让你看不起吗？不是，我不是说你。我和刘启明走到一起的时候，还不知道你对他有好感。我不是因为这个。你听我把话说完。在图书馆看到你，我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当时我心里非常难受。我承认我确实已经伤害了你，可是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这么做。现在告诉你，我即使是知道你当时喜欢刘启明，我也不会放弃。当然，他心里在意的人本来就是你。我才不在意他是不是在意我。我就是要抓住这个机会，在金球场找到我的靠山。于山青，你骗我，你不是这种人。我是，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有句话你说的对，我们不是一种人，不一样。这一年你在一线车间干得风生水起，从做工作分析图到最近刚刚交上去的那份应知应会，每一步都是走得又准又狠。厂领导的心里现在已经把你当成了文革后我们第一届大学生的头牌了。你在读书期间，你的成绩也很好啊，想要做出成绩，你也可以申请去一线车间啊。可是那些不一样。你年轻，在车间熬得起、耗得起，我毕竟比你大，而且现在再去跟当初就去，效果能一样吗？别人在背后会怎么说我，我猜都猜得到。你不知道，那一次刘总工带我们去一车间看你工作，回来时以后是怎么骂我们的？对不起啊。我做那些完全是个人行为，没想到会让你挨骂。行了，你不跟我说对不起，我从来都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怪过你。你能做出成绩，我一直为你感到骄傲。但是这一次，我跟刘启明确立了关系，你也刚刚和水书记划清了界限，从他的那边走到了费厂长和刘总工的队伍里，这是好事。我们两个是老同学、老朋友，我就是要做给那些不怀好意的家伙看看，我们曾经是兄弟，以后将来也是兄弟。我们完全可以联起手来，在刘总工的麾下做出一番更大的事业。
我不明白，我什么时候站到刘总工和费厂长的对立去了？宋宇辉，我已经把我心里的话这么掏出来给你听了，你现在还要跟我装傻？你说清楚一点，我哪儿装傻了？啊，我就看了一本刘总工的笔记，请教他几个问题，我就算站队了。还有，我本来也不是水书记的人。你是不是以为整个荆州厂就你一个聪明人，其他人都是傻子？你借给水书记看翻译的论文，还帮助他构建反对引进 FRC 的思路，这些刘总工他们早就知道。他知道，刘总工宽宏大量，不愿意跟你计较这些。他还说一定是老水想办法利用你。你那次跟他见面，他问你，你当面否认，这不就等于是站队了吗？你选的很好，不错。费厂长这几个月一直在往部里跑，这不终于给老水定了一个退休时间。这样好了，费厂长和刘总工以后做事就不会再有人碍手碍脚了。水书记的退休时间什么时候定的？这8个月以前，在你请假回家的时候。我没有教过你什么，也没让你写过什么报告。不管谁问起来，你都必须这么回答。于长青，你怎么知道这些的？刘总工习惯在饭后和他老婆讨论厂里的人事，他女儿在旁边，自然是。嗨！宋宇辉，你要干什么？我只想亲口向刘总工求证一下。你这不是故意要害我吗？我告诉你啊，这么多人看着呢，你可不能让领导下不来台。你放心吧，我不会连累你的。老刘，开始吧。刘总工，有几句话我想跟你说。是关于一车间设备改造问题。孙宇辉，想表现上进，也要分场合。有什么问题，回家再说。怎么回事啊？没听见我说的话。刘总工，只是几句话，问完我就下去。好，抓紧时间问吧。FRC 的技术设备，你有没有考虑过？它并不代表当今世界最先进的化工生产水平。我翻译的那篇论文上已经详细阐明了关于 FRC 技术的局限性。半个月以前，你到一车间拿给我看的那篇论文提纲里，对这个问题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这些问题，你应该都知道吧？你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上次你亲口给我说，关于论文的提纲和你们有一点关系。难道你撒谎了？是的。那天我没说实话，这篇论文提纲是我做的。孙宇辉，你想干什么？想逼宫厂领导吗？谁指使你来的？没人指使我，我向刘总工请教这些，只是出于一个技术人员对荆州负责的态度。我是荆州厂长，要负责也轮不到你。下去。刘总工，费厂长，
荆州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要耗费国家的巨额外汇，如果定位出现偏差，造成的损失非常可怕。FRC 已经不具备国际领先地位，等到引进荆州、组装完毕正式投产，至少要在2年以后。那时候，他们的产品将全面落后于国外同行业水平，甚至会因此导致荆州失去在国内同行业的领先地位。这是你一个工人该考虑的吗？我是荆州的工人，这些正是荆州人该考虑的。我知道你爱钻牛角尖儿，但是这件事情牵涉很大，引进技术设备不能单单的站在技术的角度考虑啊！不用跟他废话，以后永远不要再提你那篇什么破论文，不然我就按破坏生产秩序，给你3停处分。小宋，做事情认真负责是好的，但是不要做过了头，做过了头就利欲熏心了。我再劝你一句，赶快悬崖勒马，我还会让你当青年代表发言，好吧？停职、停薪、停工，还是当代表发言，你自己看着办。刘总工，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和帮助。这篇论文我会写完。进来。不是不让你再到这里来了吗？我都知道了。什么都知道了。我知道你要退休了，是费厂让他们逼迫的。也知道你在我休假的时候，拿着论文提纲去找过刘总工他们怕了才会逼着你退休。还知道你是不想连累我，才说出那些警告的话，要跟我撇清关系。上这儿来之前，去找老刘摊牌了，对吗？论文提纲是我写的，自然得由我来完成。你小子，一点都不听师傅的话。我是你徒弟吗？那天晚上我不都认了吗？怎么，你不想认我这个师傅？看不上我不懂技术？懂技术的未必就能做成事。你这么冲动，不怕老费他们开除了你？我没想那么多。那现在呢？打算怎么办？去北京。去北京？论文提纲里我都列出来了，需要再查一些专业性很强的书，才能进一步完善。你说的，那些书只有北京部里才有。好小子，这点像我，是个硬骨头。你要自己去北京啊？你都不怕，我怕什么？一个快退休的老头，怎么也得把最后一件事做完了，才走得安心。你等我一下，我回去收拾几件衣服。回来。怎么了？以后说话别这么没大没小的，什么你呀我的乱叫。师傅，你等我。这个宋运辉，我非得把他开除了算完。金州厂成立快30年了，还没有开除工人的先例，何况是个大学生呢？大学生怎么了？大学生犯法一样坐牢。可是宋运辉没有犯法呀。咱们当领导的不能拿着手中的权力去难为一个年轻人吧？况且全厂几万人，咱得听听群众的舆论吧。那就把他赶出荆州，开仓库去。老费，消消气儿，50多岁的人了，干嘛和一个毛头小伙子一般见识啊？
上次呢，我给大家计算了1.5平方的电线用料的制作计算方式，大家还记得吧？今天我给大家提个问题：我如果制作2.5平方的电线，如果用4:1规格的铜丝制作，大概是需要多少根铜丝来完成？有哪位同学给我们计算一下？证明。 4:1规格就是直径0.41，然后除以2等于0.205，这个是半径。然后用半径乘以半径再乘以3.14，等于0.1319585。然后2.5的平方的电线是2.5除以0.1314585。 约等于19股。回答非常正确，来鼓励一下。你瞅我干啥？我脸上有答案呢。啊，来来，我看你写的什么。刚才郑明说的答案是几？19。你写的几？8。向郑明好好学学。 坐下。看样子，计算方式大家已经知道了。来，这就是绞丝机，我以前给大家演示过。那今天有没有哪位同学想自己上手试一试的？我来。来，证明。来来来，大家都来。这小个儿站前面。这个呢，就是要制作的2.5平方的电线，用多少根铜丝呢？就是郑明同学计算的19根。 叶工说在开动之前一定要先检查一下。好，开机。错了，关机，关机，快关机！哎呀，郑明啊，下次一定要记住，要顺时针。你现在弄反了，一定要弄成正极。好。哎，不好打人，不好打人的。你脑袋长屁股上了，正反不分吗？ 我没注意，书记。不是你干嘛呀？你这么孩子哪儿敢再上手啊？那也谢谢郑明同学给我们进行了一次错误示范。下次大家记住，一定要什么，顺时针，好不好？来，我们把这个捋顺了，再来一遍。你闲着干啥呢？帮忙不会吗？哦，是书记。 生活呀，你说我花了大价钱，我请师傅回来教他们做电线，一个个都被惯坏了，不打不骂，你说他们好好学吗？东宝哥，他们是秀才，全村800多人，就这10几个上完高中回来了。如果不是你嚷嚷着收回承包地，他们谁来呀？你这又上手又上脚的，回头打跑了。 你再想找文化人，你去哪儿找去啊？行，还挺知道为我着想。念过书的人心气儿高，你不能像对我一样那么对他们呀。行，我收收脾气，对这帮秀才我不打不骂。行。哎，梅书记，技术学习啊，不是体力活，你靠打骂没用。 你太文气！你说你对他们那么客气，你教得会他们吗？教1遍不会，我教2遍啊。每一个人的智力是不一样的，你不能拿一个标准去衡量所有的人。我没你的耐心。你说，你让我找这些念过书的，我全都给你找来了。高中都能读下来，他学做电线怎么就学不会呢？那我就不信了，电线厂的工人那个个都有文化吗？这不一样啊。 工业化进程啊，是要一步一步发展的，学员培训也是慢慢来的。我慢不来。叶工，我给你1000块钱奖金。要干什么？你给我这么多？我不是现在给你，你什么时候把这帮孩子教成合格的电线厂工人，我什么时候给你。吃饭。
你吃吧。老爷，哟，老水呀！你好，你好，你好。哎呀，你看你都来1个星期了，怎么才来看我呀？亏得你昨晚打个电话，要不然我今天就有其他安排了。哎呦，有什么事儿比见我还重要啊？哎呀，过2天要去美国开个会，那么一大堆的手续得配合组织办理嘛。你也忙，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老爷，这是我们金州厂的技术尖子宋运辉，小宋，这就是我跟你提起过的国内化工领域的专家尹芳尹主任。尹主任，后生可畏啊！来坐坐，我们坐下聊。好，坐。老尹啊，我给你看过的这份报告就是出自小宋之手啊。报告看了，什么逻辑严谨啊，技术功底扎实啊，这些客套话我就不说了，小宋也听得多了。可是有个问题，我想当面问。你说，你知道部里已经原则同意了荆州关于引进 F2C 的报告了吧？我知道，同时我也知道部里还没有正式下文批准。你我那么多年的老朋友了，我知道你对荆州的感情，那荆州厂就是你的孩子，你是扶着抱着，生怕他走错一步路啊。可是万事都有客观规律，你我对于荆州厂也莫不能外。老水啊，孩子长大了，你我也老了，这个路怎么走，有时候管不了了。何况我马上就要退休了，何必说这些逆耳的话，招人不爱听呢？我可没这个意思啊。老爷啊，给你看过的这份报告，其实小宋是不同意提交的，是我自作主张让你过目的。年轻人还有什么补充吗？尹主任，来北京的这1个星期，水书记带着我走遍了相关单位的几乎所有资料室。我查了很多国外最新的技术资料，也找到几种足以替代 F2C 的技术方向。老爷，自己人，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老水啊，小总，你们挑选的这几个替代方案，其实部里曾经都让我去论证过。那就是说，这几个方案都是你们淘汰下来的。选择 F2C 是经过综合考量后的最优解。可是 F2C 目前已经落后，无论是凯诺森生产线，还是伊斯特伍德型技术，甚至就连我作为备选项的 BNG 型的设备方案，都要比它更高效，也更先进。国外发达国家目前正在逐步淘汰 F2C 技术。小宋啊，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具体国情。中国现在还不是发达国家，所以国家对化工行业的要求和发达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尹主任，您这个说法真的没有办法说服我。我再说的明确一些吧。这些年，我们大规模的引进乙烯的生产设备，那是因为国家对化工行业提出了要求。什么要求呢？就是要尽快的满足国内对轻工产品的需求，满足人民群众穿衣的需求。荆州产品的覆盖地区，正是我们国内及工产业集中的纺织基地，更应该承担起这战略的任务。而你说的那些发达国家，他们在基础的化工原料要求跟我们差很多，不一样，所以他们可以淘汰 F2C， 我们却不能。另外，一套设备的进口，我们不能仅仅站在技术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更应该考虑它的运行成本、
产品将来的市场定位以及需求等等综合问题。尹主任，关于这些，您能说的再具体一些吗？荆州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引进每一项设备的同时，必须要考虑如何降低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成本。我们附近没有大型的深水港，万吨级的油轮难以停泊，产品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必然上升。仅因这一点，我们荆州的产品就失去了价格优势。而你选的几个替代方案，它的设备造价本身就是高于 FRC 的，加上它的运输成本居高不下，就会使得我们荆州未来的产品在同行的竞争当中失去优势啊。这么说，目前老刘他们这个方案经得住专家的论证，那就可以直接着手引进了。这是对荆州最好的选择。那老爷，你也忙，我们就不打扰了。啊，那个晚上到家里来坐坐。不了不了，明天你还得办出国手续呢。啊，我们走了。啊，再见。谢谢尹主任。水书记，啊，能不能再给我几天时间？你还想干什么？我还想再去查一些资料。部里的专家都论证过了，你还查资料有什么意义吗？我相信尹主任说的那些理由，但是我不想就这么放弃。只有实打实的数据和指标才能说服我。难道你真想凭一己之力挑战部委的专家？年轻人，面对现实吧。我不是想要挑战谁，我只是想再做一次努力，就算是为了以后回想起来不后悔吧。水书记，为了这件事情，我们付出了这么多，你真的甘心就这么放弃吗？年轻真好，不怕输，摔不死。我再给你5天时间，下周3之前，你务必赶回厂里。为什么这么赶？我怕5天时间不够。厂里已经给我定了退休的时间节点，我原打算今天见完老尹之后，明天来部里送材料，后天回厂里办退休手续。现在看来，部里没必要再来了。我明天就走。你下周3之前必须赶回厂里，我得在办完退休手续之前，把你从1车间调到维修分厂。为什么把我调走？你跟着我，把厂里的领导都得罪遍了，再在1车间待下去就没有出头之日了。维修分厂的老程是个厚道人，不会为难你。你在那儿先苦干几年。刘总工还是爱财的，等他这口气过去，兴许还能再给你机会。谢谢水书记。我也只能做这些了，以后的路就只能靠你自己走了。
电话。水书记，我实在没办法了。小宋吗？我不是水书记。对不起，那您是哪位？我是老徐，徐书记。徐书记，怎么是你啊？你找我有事吗？非要有事才能找你啊？我听说你来北京了，你也不来看看我。我可是你进荆州的媒人。对不起，对不起，一直在忙，就没顾上想这个。今天下午你就来我家，咱吃顿便饭，好好聊聊。好。那我等你啊。行，那晚点见。嗯。你好，请问一下，徐书记是在这儿吗？哎呀，小同志，找我们家的谁呀？哦，您好，我是荆州化工的宋运辉，我是来找徐书记的。我们约好了在这儿见面，我在这儿等他。应该是这个地址，没错。进去坐吧。谢谢。这个荆州来的同志啊，都管他叫小徐，或者叫徐处，只有你管他叫书记。你是从他做县委书记的那个地方来的。对，您一猜就准。我能去荆州工作，还是因为徐书记举荐的。他对荆州啊宝贝着呢，恨不得所有的好东西都往荆州塞。小伙子，你就是好样的。爷爷，我今天被老师表扬了。小宋，徐书记来了。回去跟爷爷好好说说怎么被表扬的。哎，你们进屋慢慢聊。走吧，里边请。来，请坐。这是给您带点东西。哎呀，小小意思。别跟我客气，快坐吧。好。比我1年多前在玉制品厂见到的你老成了许多。东宝和你姐姐还好吧？我姐2个月前去世了。难怪东宝在电话里的情绪那么差。好女子是宝啊，连上天都嫉妒。刘东宝给你打过电话了？是他告诉我你来了北京，说你在这边出差。你心里在怨他？怨。可看见他那伤心的样子，就没法责怪。我了解东宝，你替他向你爸妈求个情，即使你不怨他，他自己对自己的折磨，也足以打垮他了。以他对你姐姐的感情，断了他的4肢，也不如你姐姐的去世，对他的伤害更大。你在荆州适应的还好吗？这次来北京是做什么？徐书记，对不起。为什么要向我道歉？我在荆州没有做好工作，辜负了您对我的器重。这次来，我跟水书记是要一起找到关于荆州引进新技术的方向。可是我没能完成任务。原本以为自己什么都弄明白了，见到部委最顶尖的专家，才发现自己一直在坐井观天。引进设备的资料带了没有？带了。能给我看看，让我学习学习吗？好。前面一部分是我对已收集资料的小结，后面一部分是我认为还需要的资料，但是
我不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得到。请用茶。谢谢。费厂长和刘总工的技术都很出色，你收集的这些资料有没有和他们统一思想？老费之前也来了几次北京，是不是也是为这件事儿？费厂长和刘总工力主引进 FRC，水书记原本和我是不赞同的。你这次和老水来，就是为了劝说部里放弃 FRC， 但是没有成功。是的，我们这次来，水书记顶着很大的压力。那你呢？压力也不小吧？你为什么要选择站在老水这一边？我选择站在正确的一边，起码是我自己认为正确的。哎呀，当年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选择了站在能做事儿、做成事儿的一方。可是水书记要退休了，你怎么知道老费和老刘就做不成事？你还很年轻，你的路还很长。这次回到厂里，郑重地跟老刘做个道歉，我也会给你说几句话。非常不能重新得到器重。刘总工对我照顾有加，我挺感激他的。但这1年以来，我在基层观察得很细，整顿办和生技处这几个部门做事毫无头绪，很多技术资料都没有整理，就连车间的应知应会都还在沿用70年代的。工人们都在议论，说以前水书记专权，干扰知识分子做事，但是水书记这1年以来一直在半退休的状态，没人掣肘他们。那你打算怎么办？上书也没成功，你这次回到厂里有什么样的情况，你有预想吗？想过。想清楚了吗？大不了在基层干一辈子，我学的是化工，学以致用，也算是满足了我的志向。小宋，你聪明，好学上进，不能把自己的志向定得这么具体。荆州改造的事儿，我离开的时间太长了，具体不能确定什么技术设备适合荆州，所以不能帮你提出参考意见。但是，就你这个报告中间的内容，我看还是考虑的不全面。之前我跑遍了北京各相关单位，得到的数据都不支持我的设想。当年我和你在小雷家初次相遇的时候，你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会儿年少无知，说话不得体。不，我看出你那时候心无旁骛，看问题能抓得住重点。你当时给小雷家提建议，让他们打开眼界，把兔毛卖到上海，这样就成功地破解了相关单位对他们的销售封锁。这一思路，对你目前遇到的困难有没有参考的意义？哦，我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谢谢徐书记。但是能不能再麻烦您帮我介绍一下熟悉化工产品外销的专家？我觉得我需要这方面的数据和资料。我可以介绍你去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他们那里基本上掌握了全部外商的情况，你可以直接找他们要资料。那太好了。叔叔再见。再见。再见。这孩子真可爱。这孩子啊，算是听话的，除了想起他妈妈的时候。小宋，逝去的人已经离开了我们，
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下去，别把那些怨恨停留在心里太久，会中毒的。还有一点要提醒你，现代工业绝不需要单打独斗。你的那份报告，有些内容可以在这里单独完成，而有些内容要回去组成工作小组共同完成。好好干。我当年在荆州的时候，就特别想引进国外那些先进的设备，可是环境有限，未能达成心愿。你们要是能完成了，我在北京看着也高兴。真希望您回荆州。荆州有比我更审时度势、更有魄力的人在，你跟着好好干。保重。你也保重。那我走了。去吧。春天开的花无声，盼着秋天的金色说过，前人栽下的希望的种子，后人来获。夏天的骄阳如火，泛起层层波，桃依旧热，推开一扇窗，让风轻扬过，如春来过。冬天的风雪掠过，给秋天带来丰收的歌。何时下的雨，何时停的风，把往事说。春风吹又生澎湃，岁月的长河，时间走过一路的坎坷，一路的高歌，都是属于我们的。笑看世间